清晨6点，手机亮了，不是闹钟，是公司发来的一封邮件，没有电话，没有会议，没有解释，只有一句话：你的职位即日起终止。然后你发现房贷还在，孩子学费还在，父母医疗费还在，但你的收入没了。更可怕的是，自己不是因为犯错被裁，而是因为 AI 比你便宜， AI 比你快， AI 不需要休假， AI 没有情绪， AI 甚至不需要领薪水。这不是科幻电影，这事正发生在2026年。欢迎来到中年破局史，借鉴古代中年人智慧，创展现代中年人新局。今年4、5月，Oracle、Amazon、Meta、Intel、Dell 这些科技巨头正在进行新一轮裁员。大量40岁以上的职场人发现自己辛苦累积10几年的经验正在被重新估价。很多人以为自己害怕失业，其实并不是，而是突然发现离开公司之后自己什么都不是。如果你最近也有这种感觉，那今天这个故事你一定要听完。900多年前，有一个男人经历了比裁员更可怕的事，他不只是失去工作，没了职位，他还差点丢了性命。而后来他活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中年人，他叫苏东坡。很多人以为苏东坡最大的成就是赤壁赋，其实不是。苏东坡最伟大的成就是证明了一件让今天所有被 AI 吓破胆的中年人最需要知道的事：一个人失去平台之后，依然可以重新站起来，而且站得更好、更稳、更强大。公元1079年，苏轼43岁，正站在人生最高点。他是朝廷重臣、天下文豪、无数读书人的偶像，放到今天，相当于一个顶级企业高管，外加千万粉丝的知识博主。他以为人生将一路向上，但有一天，命运按下了暂停键，因为几首诗，他被指控讽刺朝廷，直接被抓进监狱。这就是乌台诗案。那一刻的苏轼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着出去。他在牢里待了103天，每天醒来都不知道是不是最后一天。他甚至提前写好了遗书。今天很多人收到的是裁员邮件，而苏东坡收到的是死亡通知书。最终在多方求情之下，苏轼捡回一条命。他被贬到黄州，职位是团练副使，没有实权，没有薪水，连文件都不能碰。官职没了，收入没了，前途没了，朋友不敢来往，朝廷不准重用。所有人都觉得苏轼完了。可就在所有人等着看他崩溃的时候，他却干了一件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事。他拿起锄头，在黄州城外开荒种地，那块地叫东坡。从此以后，世上少了一个失意官员，多了一个苏东坡。一个国宝级文人跑去做了农民，放到今天，相当于一个大学教授失业之后去送外卖。你觉得丢人吗？苏轼不觉得，因为他知道面子不能当饭吃，但眼前的这块地可以。东坡肉因此不只是一道菜，还是一个中年人重新站起来的证明。那时候黄州的猪肉便宜，富人不屑于吃，穷人又不会做，于是苏轼开始研究慢火、黄酒、酱油，一锅一锅反复尝试，最后做出了流传千年的东坡肉。他让人佩服的地方不是做菜，而是他在告诉命运：你可以拿走我的官位，但你拿不走我的创造力。在黄州的4年，苏轼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他的人生没有完蛋，他的人生从黄州才真正开始。被贬到黄州之后的苏东坡，写诗、种地、做菜、研究农业，开始思考怎么养活一家10几口人。此时的苏东坡已经不是单纯的文人，而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斜杠中年。今天公司裁掉的是你的职位，当年朝廷拿走的是苏东坡的一生，但他就用眼前的这块荒地、一口锅、一支笔，把自己养活了起来。然而命运还是没有放过他。公元1094年，57岁的苏轼再次被贬，这一次是更远的惠州。当时的广东并不是如今的大湾区，而是蛮荒之地，瘴气弥漫。然而他到了惠州，吃荔枝，写诗，推广农具。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你能读出这是被流放的人写的吗？可朝廷还是没放过他。公元1097年，60岁的苏轼又被贬到了儋州，也就是今天的海南岛。在当时，流放儋州几乎是仅次于满门抄斩的刑罚。AI 让很多人失去工作，但苏东坡陆陆续续失去的是整个世界。然而他到了儋州也没有闲着，
没有学校，他办；没有书，他抄；没有学生，他教当地黎族百姓读书识字，甚至他还培养出了海南第一位举人。最绝的是，他发现海边有生蚝特别好吃，就写信给儿子说，千万别告诉朝廷的人这里有生蚝，不然他们都争着被贬过来了。这不是强颜欢笑，这是一个被命运反复碾压的人，用幽默当武器，把命运按在地上摩擦。看到这里，你可能觉得苏东坡的故事就是一个乐观的人在被贬路上吃吃喝喝的励志故事。但如果你只看到这些，就错过了苏东坡人生中最值钱的那一张底牌，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才是真正能击穿所有现代中年人认知的地方。公元1100年，朝廷大赦，63岁的苏轼被召回北上复官，他一路升迁，从贬官又变回了朝廷重臣，重新回到了那个曾经抛弃他的权力中心。但他发现自己已经不在乎了，那些他曾经拼命想要得到的头衔、认可、地位，现在摆在面前，他却没有了当年的兴奋。不是因为老了，而是因为他已经在黄州的荒地里、惠州的荔枝树下、儋州的生蚝壳上找到了不需要任何人批准的活法。很多人以为苏东坡之所以想开了，是因为得不到，所以只能放下。不，他是重新得到了，然后又看淡了。这才是苏东坡和所有心灵鸡汤最大的区别。没得到而看淡不稀奇，得到以后还能看淡才是真本事。直到这一刻，苏东坡终于完成了一次蜕变。年轻时的他相信官位能证明自己，中年后的他发现能证明自己的是自己的斜杠能力，所以他在路过金山寺时，看到自己年轻时的画像，提了那句话：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别人问他，你这辈子最大的成就是什么？他没有提权力，没有提名声，没有提官位，他提的全是他最落魄的地方。因为改变一个人的并不是那些高光时刻，而是那些跌到谷底之后自己重新爬起来的日子。很多人害怕 AI， 害怕裁员，害怕失业，但可能真正害怕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离开那个工位之后自己还能干什么。苏东坡一辈子3次被贬，一次比一次远，一次比一次惨，但每一次他都活了下来，而且活得比之前更通透。为什么？因为他从未把自己的价值绑定在朝廷给他的那个位置上。AI 淘汰的不是人， AI 淘汰的是那些把自己活成职位的人。这就是苏东坡给今天那些被裁员吓破胆的中年人最硬的2条启示。第一，平台不等于能力。苏轼在朝廷的时候是天才，到了黄州还是天才，区别在于前者靠体制赋能，后者靠自己输出。他的诗词、文章、书法、烹饪手艺，没有一样是朝廷给他的。放到今天，你的工位可以被撤掉，但你的技能站谁也撤不掉。程序员的代码能力，运营的策划能力，销售的沟通能力，律师的逻辑能力，老师的表达能力，这些东西 AI 可以学习，但 AI 不会为一个项目的失败承担责任，不会为团队的失误扛下压力。AI 能生成答案，但 AI 不会替别人承担后果。第二，跨界就是反脆弱。苏轼会写诗，但他不靠写诗活着。他会种地，会做菜，会酿酒，会教书，会治水，会修桥。他是斜杠青年的祖师爷，每一项技能都是他在困境中自己长出来的。真正的安全感不是定在一个地方不动，而是走到哪里都能生根发芽。也许未来某一天，你真的会收到那封清晨6点的邮件，邮件里只有一句话：你的职位即日起终止。如果真有这一天，我们不必害怕，因为我们知道公司能拿走工牌，能拿走邮箱，能拿走头衔，却拿不走我们身上那些值钱的东西。那个在黄州种地，在惠州吃荔枝，在儋州烤生蚝的中年人，用一辈子证明了一件事：一个人失去一切之后还能站起来，就是因为他身上有拿不走的东西。这就是苏东坡留给今天所有中年人的底气。这里是中年破局史，借鉴古代中年人的智慧，创展现代中年人的新局。欢迎订阅，我们下期见。